如果卡尔文森号或者是里根号挨了一发导弹，那等于战场上就少了一艘航母，直到战争结束都不会有什么援军到来。我们并不知道美军通过这次大规模伤亡演习得到了什么结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暴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准备大规模的伤亡。那好，几发东风快递就能够成全它。11月1号正在中国南海进行演习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照片，还用文字解说航母打击群参与了1级战备或大规模的伤亡演习。外界纷纷评论美国海军对解放军的导弹威力还是评价挺高的，因为已经有很多年美国都不用担心航母编队会发生大规模的伤亡了。美国到底要不要介入台海战争，决定权在美国的政客们手里。作为美国海军，他们的责任当然就是尽职尽责的准备当好炮灰。如果到了中国大陆发动统一战争的那一天，国会山和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们脑子一热，决定派美国大兵去西太平洋或中国人民解放军玩命，那么这些来自不同民族、肤色不同的美国大兵们就必须坐上战舰往西开进，去迎接劈头盖脸的东风快递。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用于反航母作战实际效果怎么样，还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显然已经进行了多次实弹的打靶实验。从美国情报部门或美国海军的反应来看打靶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东风21D 或东风26都是中远程末端机动式弹道导弹。根据国外的相关资料，它们的弹头重量都在1吨以上，命中目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再加上弹头当中装填的烈性炸药，这么一个大东西对航母所可能造成的损害是可想而知的。航空母舰虽然看起来威风凛凛，但是当大批的飞机布置在甲板上，装满了航空煤油和各种高爆弹药准备起飞的时候，那就是航母最为脆弱的时刻。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斯坦尼斯号航母当时在甲板准备攻击机群的时候，因为一架攻击机因为静电误射了火箭弹，导致整个甲板上的战斗机和弹药发生了连锁爆炸，场面是极其惨烈，惨不忍睹。这一艘倒霉的航母当场就失去了战斗力，被迫返回本土修理，很长时间内就没有再出现在战场上。所以如果卡尔文森号这样的航母被东风弹头命中飞行甲板，不管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多大，那肯定是要逃走。我们还可以再展开一点，航母的结构是非常有意思。最上面一层当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飞行甲板，下面一层是机库甲板。这两层甲板之间的空间里面塞满了不同用途的作战飞机。虽然航母是个巨无霸，但是塞进了这么多飞机或者人员，机库是拥挤异常。如果有一枚重磅弹头穿透飞行甲板，在机库当中爆炸，所造成的后果那是灾难性的。那如何处置这种情况呢？这是这一次卡尔文森号组织大规模伤亡演练的目的所在。解放军要发射几枚导弹才能够造成这样的结果？在2020年的8月，解放军在南海举行了一次导弹打靶实验。按照美国方面所提供的情况，解放军一共发射了4枚导弹来攻击一艘靶船。到底命中了几发呢？美国方面并没有透露自己的监测结果。但是我们看到了美国海军或美军的情报部门在这次试验之后一言不发，都没有对这次实弹打击的实验的结果进行评论。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并没有多少航母可用，目前能够出动的只有里根号、卡尔文森号，就算再加上一艘美国级2栖攻击舰和日本的日向级轻型航母，那一共也不过是4艘罢了。换句话说，要把这些航母每一艘都打穿，一共只需要发射16枚左右的导弹就可以实现目标。如果东风快递的命中率再高一些，那每一艘航母上面就不见得只有一个窟窿了。对美国海军来说最可悲的事情并不是会挨打。要知道美国海军多年来征战四海是死伤无数，美国海军并不是一支怕死的军队。然而如果被东风快递从2000多公里甚至4000多公里开外攻击，强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甚至连一点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速弹头落下来砸在自己的甲板上，这是非常伤自尊的。今天的美国早就不是二战时期的那个生产力强大的美国了。如果卡尔文森号或者是里根号挨了一发导弹，那等于战场上就少了一艘航母，直到战争结束都不会有什么援军到来。我们并不知道美军通过这次大规模伤亡演习得到了什么结论。如果他们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场海战根本就打不了，那么他们也算是有了一个正面的收获。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